被豪门亲哥哥找到时，我正在山上暴揍东北虎。妹妹，我是你的亲哥哥，你是顾家真千金，你快从老虎身上下来！除非让我带上他，这家伙分不清大小王，敢跟我横，我还没揍够。也不是不行，但养老虎要先办证，交给哥哥来搞定。你先回家。好，我同意了。先走一步，到了豪门顾家，听说他养了只很凶的野兽，不会是野猪吧？弄只野猪回来，顾家面子往哪里放？你以后在学校也会被嘲笑有个野猪姐姐。你走，乡巴佬，我不要野猪姐姐。豪门弟弟才5岁，气得用力推我。东北虎被嘲讽是野猪，惹他算是惹到阎王了。他本来就被我揍得一肚子火没处撒，那暴脾气若是知道，会不会一口把假千金吃掉？豪门亲哥哥顾云平跋山涉水找到我，说我是被抱错的真千金时，我已经在老虎窝里做了10几年的假千金。当年假千金的农村妈妈把我们调包，她怕有一天真相暴露，我会被豪门父母找回去，影响假千金的一世富贵，狠心把尚在襁褓里哇哇大哭的我丢到深山老林。后来我被东北虎妈妈叼了回去，本来是要吃掉我的，但当时东北虎妈妈正控室爱子，听到我哇哇大哭的声音，一时心软便喂我老虎奶。我饿极了，一口一口吸得起劲。东北虎妈妈脸上露出了母爱之光，她哭着和东北虎爸爸说：“他好可爱，我要养他。”他是人类小崽子，那又怎样？他喝了我的奶，就是我的孩子。你不养我养。就这样，我成了百兽之王家里的假千金。几年后，东北虎爸爸和东北虎妈妈又生了一只小老虎，生性顽劣，整个森林的动物都怕它，只有我揍它，它才不敢还嘴。因为有一次它小爪子轻轻一挥，根本没有用力，我的手臂就流血了，吓得它再也不敢碰我，还给我取了个外号叫脆皮姐姐。我也给东北虎弟弟取了个外号叫豆沙包，敢顽劣不服管，就把它揍成沙包。3年前，东北虎爸爸和东北虎妈妈相继去世，只留下我和豆沙包弟弟相依为命。豆沙包弟弟经常让我骑在他的身上，带着我在森林里兜风，若是遇到暴雨天，也会把我送到深山老林里唯一的研究站，让我躲雨。我皮糙肉厚，不怕淋雨，不像脆皮姐姐，一淋雨就生病。你快进去躲雨。研究站里常年住着一个植物学家，在深山老林搞研究。他是个博士，得知我是被老虎养大的，没上过学，闲着没事就亲自教我读书认字。也不知道是不是喝了老虎奶的缘故，我不但能够听懂动物讲话，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博士叔叔教什么，我都一学就会。你这样的好苗子留在深山老隐太可惜了，我帮你找找亲生父母。你已经16岁了，应该回到城市里去上学。我没当一回事，谁知道3个月后，豪门哥哥顾云亭跋山涉水找过来，说我是顾家的真千金。当时我正在暴揍豆沙包弟弟，骑在他的老虎背上，一手揪着他老虎毛，一只握成拳，毫不客气地往他那颗威风凛凛的大脑袋上敲。都说了不许打头，打傻了谁驮你巡山？他现在体型庞大，力量更是足以掀翻野牛，但偏偏拿我这个脆皮姐姐毫无办法。一来是真怕伤着我，二来从小被我训大的血脉压制，我可不惯着他。谁让你又把欢兔新生的幼崽吓得钻地洞不敢出来？说了多少次了，森林里要和平共处。我这不是闲得无聊逗他们玩吗？还敢嘴硬？不敢，脆皮姐姐我错了。豆沙包赶紧认怂，巨大的身躯肉眼可见的缩了缩。就在一人一虎上演日常驯虎记时，博士叔叔带着满脸震惊的豪门亲哥哥赶过来。饶是豪门亲哥哥见惯了大场面，眼前的情景也实在超出了想象力的边界。一个清瘦的少女如同骑马般骑在一只成年东北虎背上拳打老虎头，而那只老虎竟然还在认怂。妹妹，我是你的亲哥哥顾云亭，你快从老虎身上下来，危险！我和豆沙包同时停下动作，扭头望去。这傻逼说啥呢？听不懂，退场！豆沙包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我拍了拍豆沙包的脑袋安抚他，没事儿，自己人，大概。然后从他背上灵活地跳了下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草屑，走过去，发现我和顾云亭长得真的很像，就是他穿的太贵气，一看就价值不菲。亲子鉴定做过了，这真的是你亲哥哥。听话，跟你哥哥回家。你应该去更大的世界看看，不应该被耽误在这里。回家这个词对我来说有些陌生，我的家一直在这片森林深处，和虎爸虎妈还有豆沙包在一起。如今虎爸虎妈不在了，家就是豆沙包驮着我奔跑的每一寸土地，是博士叔叔小木屋里的书和灯光。我想象不出来自己还有怎样的家。顾云亭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内心的惊涛骇浪，心疼地摸摸我的头。你一直都是在森林长大的。我点点头，不知道他在心疼什么。我在森林里和豆沙包还有虎爸虎妈生活在一起，不知道有多快乐。顾云亭用力把我抱在怀里，跟哥哥回家，以后再也不风餐露宿，哥哥再也不许你吃苦。原来是心疼我风餐露宿啊！我能感受到他的善意，这个哥哥还行。不过我舍不得和豆沙包分开。跟你回家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除非让我带上他。这家伙分不清大小王，敢跟我横，我还没揍够。如果你不让带，
那我不跟你走。把一只几百斤的野生东北虎带进城市，这应该很难。这画面想想都令人头疼。我都想好了，如果实在没办法，我就留在森林，继续过骑在豆沙包身上巡山的生活。谁知道豪门哥哥沉默了好一会儿，惊悚的坚定地说：“也不是不行。”这是妹妹第一次跟哥哥提要求，就算你要天上的月亮，我也一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但是妹妹，你听哥说，在家养宠物是自由的，但这个吧比较特殊，养它需要合法合规，要先办证，各种手续都需要齐全，不然很麻烦。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回家，办证的事情交给哥哥来搞定，我保证尽快让他合法合规地光明正大的住进顾家，绝不让你们分开。我看着顾云婷信誓旦旦的样子，又看看豆沙包，博士叔叔也说过，城市有城市的规矩，要带豆沙包走，好像确实得按他们的规矩来。我走过去安抚豆沙包暴躁的情绪，你觉得行吗？豆沙包尾巴卷起来，轻轻搭在我脚边。3个月前，博士叔叔从我身上采集 DNA 样本，我告诉豆沙包，博士叔叔要给我找亲生父母，豆沙包就开始情绪暴躁了，整天在森林里作威作福，还威胁我，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他们统统吃掉。偶尔又在半夜我睡着时，把我叼到研究站，走吧，走吧，你走吧。那个人类说，你不属于山里，强留你就是在害你，你是我姐姐，我不允许任何人害你，包括我自己。第二天早上我还没睡醒，他又跑回来，把我重新叼回洞里，不肯放我走。这样的戏码3个月已经发生5次了。我知道豆沙包舍不得我，又怕耽误我，我也舍不得豆沙包，怕他在森林里孤单。豪门亲哥哥的保证，让豆沙包开心的直接把我叼在背上狂奔了1个小时才回来。豆沙包还拱了拱豪门亲哥哥的裤腿，发出低低的嗷呜，把豪门哥哥吓得脸色苍白。我哈哈大笑，哥哥你别怕，豆沙包喜欢你。豆沙包，对啊，他是我弟弟，我们一起长大的。我低头瞪了豆沙包一眼，收敛点，我哥细皮嫩肉的，别给我拱坏了。顾云婷嘴角抽搐，细皮嫩肉，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形容我，嘿嘿。最终在博士叔叔和豪门哥哥的一再保证下，我率先踏上回家的路。豆沙包一直把我送到山林的边缘，蹲坐在高高的岩石上，喉咙里发出悠长低沉的呜咽。那是我第一次踏出深山老林，他不放心。我坐上豪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3个小时，终于抵达豪门顾家庄园。可是还没走进客厅，就听到屋子里传来贾千金的声音：“弟弟，你知道吗？听说新来的姐姐在山上养了只很凶的野兽，还非要带回顾家。不会是那种满山乱拱、脏兮兮、臭烘烘的野猪吧？天啊！要是真弄只野猪回来，顾家的面子往哪里放啊？你以后在贵族学校可怎么办？小朋友们会说，快看，顾云霄的姐姐是养野猪的乡巴佬，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笑话你有个野猪姐姐的。”紧接着是5岁小童哇哇大哭的声音，我不要她做我姐姐，别人家的姐姐都养猫养狗，她为什么要养野猪？丢死人了！我才不要她回家，我唯一的姐姐只有你。在来之前，豪门哥哥就跟我科普过，家里还有个5岁的弟弟，叫顾云霄。在前面带路的管家也嫌弃地看我一眼，仿佛我真的上不了台面，还忍不住开口教育我：“二小姐，你真不该带一头野猪回来。”我知道乡下人对养猪的执念是刻在基因里的，可这里是顾家，响当当的顶级豪门，您父亲最重视的就是体面和名声。你在山沟沟里养些不干不净的野猪，那是你的自由，谁也管不了你。但你既然认祖归宗，就该有豪门千金的样子。你让小少爷以后怎么出去见人？总不能逢人就说我姐姐养的宠物是野猪吧？屋子里听到管家声音的豪门弟弟跑出来：“管家叔叔，你在和谁说话？是野猪姐姐回来了吗？叫她滚！乡巴佬，她才不配做我姐姐，我姐姐只会抱名贵猫猫。”紧接着，一个5岁小男孩像个小炮弹一样冲过来，狠狠推了我一把，毫不掩饰的嫌弃：“滚回你的臭山沟！我唯一的姐姐只有顾诗雅，她香香的，还会给我买限量版玩具车。你算什么东西？别脏了我家的地板！管家，快拿消毒水来，他站过的地方都臭死了。”小屁孩说完，还嫌恶的用手在鼻子前使劲扇了扇风，仿佛我身上真带着什么难以忍受的恶臭。贾千金也走出来，她抱着一只慵懒的布偶猫在怀里，幸灾乐祸地看着我。她觉得我是乡下长大的，就只配养野猪。如果他们知道我养的是东北虎，不知道表情该有多精彩。这时候，微信视频铃声响起，是豪门哥哥打来的。他给我新买的手机，我还不怎么会用，研究半天才接通。视频对面，豪门哥哥无奈地把镜头对准豆沙包：“妹妹，你到家了吗？”你走后，豆沙包情绪低落，我想着让你们打个视频，看看他的情绪能不能好一点，看得到吗？紧接着，视频对面传来一声猛兽的低吼：“脆皮姐姐，有没有人类欺负你？”我把镜头对准贾千金，回的同样是兽语：“当然没有人欺负我，但是有人欺负你哦。”诺，就是他，他说你是那种满山乱拱、脏兮兮、臭烘烘的野猪哦。
哦，所以你要记得勤洗澡哦。放他娘的虎屁！野猪连给我提鞋都不配。豆沙包怒吼，惹他算是惹到阎王了。一声震破耳膜的虎啸声从手机扬声器里传来，吓得贾千金连连倒退，高跟鞋没踩稳，哎呦一声跌倒在地上。神，什么声音？他怀里温顺的布偶猫都炸毛了。求生欲让布偶猫立刻远离贾千金，生怕被殃及池鱼，还飞奔到我面前，讨好似的舔脚脚。人不关喵的事，求放过。布偶猫软软的喵了一声，超怪大，把贾千金气得不轻。喵喵，过来，谁让你舔它的？它从小和野猪混在一起，脏死了，不许舔，你嘴脏了，小心我不要你。布偶猫回头冲贾千金翻白眼，愚蠢的人，别害喵，听话乖，咱不活了。5岁亲弟弟不敢置信，姐姐，喵喵在对你翻白眼，为什么？难道他被野猪声吓到了吗？他怎么这么没出息？我就不怕。我笑豪门弟弟强作镇静，先把你的舌头捋直了再说一遍。豪门亲弟弟小手叉腰，满眼嫌弃指着我就是不怕，你要是敢把野猪带回家，我就把它杀了，烤着吃。好，又是一声虎啸。那个小崽子说什么？我忍不了了，我要去撕掉小崽子的嘴，让他知道什么叫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呢？豪门弟弟秒怂，跑得比兔子还快。我本来还想让他过来看看视频里的到底是野猪还是威风凛凛的东北虎，可惜他拔腿就跑，一溜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是个嘴硬不过3秒的胆小鬼。我把镜头切换回来，让豆沙包能看到我。豆沙包问我，那个小崽子就是你的人类弟弟，他凭什么做你弟弟？你弟弟只能是我，只有我会驮着你巡山。我安抚豆沙包，当然我弟弟只有你，不要垂头丧气啦，贤矮。豆沙包立刻抬起头，傲娇地哼一声，今天没挨揍，皮痒了，你给我挠一下。我隔着屏幕做动作，挠挠它。豆沙包的大脑袋又往屏幕前凑了凑，努力掩饰自己不开心的表情，怕我担心。脆皮姐姐，我没事了，你快去跟人爸人妈团聚吧，我去跑2圈，冷静冷静。他说完，转身就跑开了。视频里出现豪门哥哥顾云婷的脸，妹妹见到爸爸妈妈了吗？我说还没。正说着，从别墅外走进来一对衣着华贵的中年男女，快步朝着我走过来。女儿，我的宝贝女儿，爸爸妈妈在路口没接到你，还以为你不肯回来呢，快让妈妈好好看看你，都长这么大了。云婷说你还没有名字，爸爸妈妈给你取一个好不好？就叫顾林熙。我忽然被豪门妈妈用力抱在怀里，感受着她失而复得的喜悦，终于不是一进门就被人嘲讽上不了台面了。我扬扬唇角，我觉得行，顾林熙，我喜欢，就是我好像并不怎么受欢迎。豪门爸爸一声吼，谁说的？我指着管家和跌坐在地上的贾千金，他们都觉得我是乡下人，上不了台面，还说你最重视体面和名声，容不下我的豆沙包。既然回了家，我可不要做窝囊废，谁给我脸色看，告状那是必须的。正好看看亲生父母是不是真疼我，不疼的话，我就继续回去活豆沙包巡山喽。在森林里，就从来没动物敢惹我，没道理回了亲生父母身边却要受气，岂有此理！管家，你敢做我的主？管家吓得双腿一软，先生，没有的事，是二小姐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她不该把野猪运回来。野猪怎么了？只要我女儿喜欢，她就是把山里的野鸡、野鸭、野猪、野狗全运回家，我顾家偌大的庄园也装得下。你被开除了，立刻滚！豪门爸爸超凶的，下一秒却讨好的问我，宝贝女儿，爸爸这么处理，你看行吗？我又指了指贾千金，那他呢？豪门爸爸失望的看着贾千金，诗雅还不跟林夕道歉，林夕刚回来，你们要和平共处。贾千金顾诗雅在豪门父母面前倒是会装，立刻装模作样的爬起来跟我道歉，林夕妹妹，对不起，只是爸爸，家里养一只野猪真的没问题吗？您不是要给林夕妹妹举办认亲宴吗？到时候宾客们若是都知道家里养了一头野猪。豪门妈妈打断他的话，那他就不配来参加我女儿的认亲宴，不给面子的宾客插出去就是多大点事。老公，你说对吧？豪门爸爸严肃点头，没错，不给我顾真要面子的人直接插出去，绝不商量。艾玛，豪门爸妈都这么霸气的吗？这个家好像真的还行嘞。就是我摸摸鼻子，爸爸，如果我养的是老虎呢？豪门爸爸一个踉跄，差点没站稳，还是豪门妈妈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他。那副原本包揽天下野物的豪气荡然无存，腿肚子肉眼可见的在抖，捂着胸口倒吸一口凉气，连声音都带着结巴。啥玩意儿？还在通话的微信视频里传来豪门哥哥的声音，爸，不是老虎，妹妹逗你的。这我就看不懂了。豪门哥哥挂了电话，给我发微信，妹妹，这事咱还是得先斩后奏啊，可纸包不住火啊。豪门哥哥说，先运回去再说，不然我怕家里阻力太大，不让我把豆沙包运回去。为了和豆沙包团聚，我说那好吧，但我不愿意撒谎啊。我冲豪门爸爸憨憨的笑，其实是我弟弟，
我从小被人扔到大山里，被野兽妈妈叼回去养大的。后来野兽妈妈又生了一个孩子，就变成了我弟弟。豪门爸妈听说我是被野兽养大的，更心疼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争着抢着给我夹菜，可是半个月后的认亲宴却传出我是被野猪养大的。几个宾客在背后蛐蛐我，听说了吗？顾家认回来的这个亲生女儿是被野猪养大的，她还要把野猪弟弟运回家，而且已经在运回来的路上了，今天就能到。顾家该不会还要在认亲宴上感谢一头野猪吧？我转身回头看看是哪几个长舌妇，却发现身后几个保镖迅速把人插走了。喂，你们干什么？我们是宾客，竟然这么对我们，岂有此理！我看到保镖捂住他们的嘴，插得更快了，还有豪门爸爸的怒吼声：快，别让林夕听到，不然他要难受的。到底是谁把消息传出去的？给我查！哎呀，被女儿发现了。豪门爸爸超低姿态地看着我，很挫败。宝贝女儿，爸爸是不是很没用？竟然没控制好舆论，对不起。不过你放心，谁敢再乱说，来一个我插一个，来2个我插一双。敢惹我顾振国的掌上明珠，他们是踢到铁板了。我忽然鼻子一酸，原来爸爸这么好，不敢想象，如果我从小就生活在人爸人妈身边，该有多幸福。但是爸爸，关于我的猛兽弟弟，你真的能接受他吗？豪门爸爸拍拍胸脯，爸爸保证，待会儿他到了，爸爸亲自去门口迎接，让他风风光光的进我顾家的门，哪怕是一头野猪，只要他是你的宝贝弟弟，那就是我顾振耀的半个儿子。我严重怀疑爸爸有没有这个胆子去接。我举起小拇指，那我们拉钩，不管你弟弟是什么猛兽，你都不许把他赶走。豪门爸爸自信满满的跟我拉钩，爸爸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时候我收到豪门哥哥的微信，豆沙包他来了，还有10分钟抵达战场。我太高兴了，正要出门去迎接，豪门弟弟却冲过来用力推我一把，他哭的眼睛都红了。都怪你，他们都笑我以后要和野猪住一起，呜呜，我要离家出走，现在就走。他还威胁上了，爸爸，有我没他，有他没我，你自己选。小崽子笃定儿子比女儿重要，却不想豪门爸爸爽快地说，行，我送你去寄宿式幼儿园。豪门弟弟表情瞬间裂了，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豪门爸爸板着脸不苟言笑，臭小子，敢威胁老子，要不是野猪一家，你姐姐还能回来吗？别人嘲笑你姐姐，你不知道维护，还要嫌弃她让你丢人，你这样的态度只会让宾客们有恃无恐，更肆无忌惮的在背后蛐你姐姐。我顾振耀没你这样不会护短的怂包儿子。豪门爸爸，他真的，我哭死。我看到贾千金躲在角落里，用力跺脚，啧，黔驴技穷喽。豪门爸爸没有再看怂包弟弟一眼，他眼神坚定，深呼吸一口气，带着破釜沉舟的勇气，牵着我的手说，西西，走，跟爸爸去大门口，亲自接你弟弟回家。爸爸说到做到。我说好，爸爸，我不会让你丢人的。豪门爸爸已经豁出去，丢不丢人无所谓，我宝贝女儿开心最重要。豪门妈妈追上来，老公，西西，等等我，什么丢人不丢人的，我只知道一家人要整整齐齐，走，接你弟弟去。该死的，豪门爸妈肯定是故意的，害我眼睛想尿尿。我左手牵着爸爸，右手牵着妈妈，众目睽睽下穿过觥筹交错的宴会大厅，无视那些或惊讶或幸灾乐祸的目光，我能感受到豪门爸爸的手臂在微颤，豪门妈妈的手心全是汗。他们应该是很重视自己的脸面和形象，但他们依旧面不改色，步伐坚决。宾客们见顾家掌权人和太太都是这个态度，哪里还敢嘴上蛐，全都闭上了嘴巴，但都一窝蜂地跟了出去，嘴上不敢笑，心里却想看我和顾家的笑话。远远的就看到一辆大卡车开过来，宾客们纷纷掩着唇捧杀，竟然用卡车装，果然是一头野猪啊！顾总为了认回亲生女儿，真是拼了。等等，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我怎么听到老虎的声音？不可能吧，瞎了我的狗眼，那是什么？前一秒还高级黑的宾客们脸上的假笑瞬间凝滞，忽然集体瞪大眼。远远的我就听到豆沙包在虎啸，超威风的豆沙包忽然从大卡车上跳下来，朝我飞奔过来，吓得宾客们四处窜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啊，快跑啊，是猛虎！我的老天奶，哪里来的老虎？老虎吃人了，老虎吃人了！我扬扬眉，一群胆小鬼，不搭理他们。我也朝豆沙包飞奔过去，抱着他的大脑袋用力蹭。豆沙包，想死你了，我不在身边，你有没有调皮捣蛋？吼！豆沙包发出一声短促而兴奋的低吼。呜呜！脆皮姐姐，放心吧，交给我包搞砸的，快骑到我背上来，我看谁还敢欺负你！我嘴角狠狠一抽，今天不许搞砸任何事，这关系到你能不能和我一起留下来。但我还是二话不说就跳到了豆沙包的背上，骑着它威风凛凛地朝着豪门爸妈走过去。豪门爸爸已经惊掉了
了下巴，双手扒拉着大门，想要稳住自己发抖的大长腿。女儿，这，爸爸，跟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弟弟豆沙包，你可是答应过我，不赶他走的哦。豪门爸爸起猛了，我在哪？我是谁？我刚才是不是保证的有点早？我才不管他是不是想反悔。豆沙包，这是我的人爸，他说要认你做干儿子，赶紧示好，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豆沙包兴奋地摇尾巴，大脑袋低下来，沿着豪门爸爸的西裤拱来拱去，表示亲近。快认我，快认我，我超乖的。我看到豪门爸爸眼泪都吓得飙出来了，可怜见的，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数十年的顶级大佬，想跑又不敢跑，努力忍着内心的惊涛骇浪，挤出的笑容比哭还难看。哈，儿子，宾客们，现场死寂凝固，表情全部失控。刚才背后区区的胆子哪里去了？我又跟豆沙包介绍我的豪门妈妈，她真的很优雅，抗压能力比爸爸强。饶是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依旧强撑着没有腿软，还抬起颤抖的手，努力表现出友善亲近的样子，摸了摸豆沙包厚厚的毛发，嘻嘻，这就是你说的弟弟？你是被老虎养大的，他好乖。我说对啊，我小时候被丢到深山老林，是东北虎妈妈把我叼回洞里养大的。我拍拍豆沙包的虎脑袋，这是我妈妈，以后也是你妈妈。豆沙包把威风凛凛的大脑袋低下来，低到豪门妈妈触手可及的高度，表示亲近。妈妈，他让你摸他头。好嘞。豪门妈妈估计把这辈子的勇气全都用上了，小心翼翼的抬手摸摸豆沙包的头。其他宾客闻言跃跃欲试的涌上来，也想摸摸老虎。这一摸可是能吹一辈子牛的。谁知道还没靠近，豆沙包忽然一声怒吼，连脚下的地都要震一震，吓得他们拔腿就跑。直到我骑着豆沙包走进大门，身后才传来震惊又羡慕的声音。这也太酷了吧！那头老虎竟然对他唯命是从。说好的野猪呢？你家野猪长这样？还有一群小孩子围着豪门弟弟。哇，这就是你姐姐吗？你姐姐敢骑老虎耶，好羡慕你哦！豪门弟弟顾云霄还处在下猛了，下一秒他忽然追上来，姐姐，等等我！豆沙包猛地回头，朝着豪门弟弟低吼：“这是我姐，你不许叫！”可惜豪门弟弟听不懂，还在跟人炫耀：“这是我姐姐，你们看到了吗？这是我亲姐姐。”我哼笑：“你不是说你唯一的姐姐叫顾诗雅吗？我唯一的弟弟也只有豆沙包哦。”豪门弟弟表情都要哭了，他好想摸摸豆沙包，但是豆沙包凶他，豪门弟弟肠子都要悔青了。姐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搭理他。豪门弟弟看到了顾诗雅，跑过去抱怨：“姐姐，你为什么要骗我？他养的根本不是臭烘烘的野猪，本来我也可以摸老虎的，都怪你。”豆沙包一看到贾千金，就冲他凶狠的龇牙，一声长啸，口水喷了贾千金一脸，黏糊糊的，超级像恐怖片。贾千金、顾诗雅吓得跌坐在地上，惊悚大哭：“啊，不要！救命！救命！啧，就这么点胆子也敢惹我！”我也假笑：“抱歉哦，因为你说他是野猪，他才容不下你。”豆沙包最记仇了，你以后见到他最好绕道走，不然真的会被他咬下脑袋哦。贾千金被吓出病了，连滚带爬，哭着求着叫豪门爸妈把他送去寄宿高中。这个家他一秒都不敢继续待下去。可豆沙包待得也不开心，虽然爸爸妈妈努力表现出不怕的样子，极力想要亲近豆沙包，但他每天在丛林里最少跑2万步，满山乱窜，放纵又恣意。可是在顾家，运动量根本无法满足，而且我要上学，白天不能陪他玩，只能晚上躺在他毛茸茸的怀里做作业。短短半年，豆沙包忽然病了，哥哥请来兽医给豆沙包看病。兽医说还是得放虎归山，猛虎不适合被家养，尤其是这种野生东北虎。看到豆沙包病恹恹的，我好难过。脆皮姐姐，我想森林了，你想吗？其实我也想。豆沙包一秒精神，那我们回去吧，好想带驮你去巡山，可是我走不了了，我要读书考大学。豆沙包，我送你回去好不好？豆沙包兴奋地点头，好嘞，我们一起走。我低垂着头，我可能要晚几年回去，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回去找你。我都想好了，先考上大学，然后学植物学，以后和博士叔叔一样去山里搞研究，这样就能继续陪着豆沙包弟弟了。豆沙包顿时又恹恹地趴在地上，还很生气。脆皮姐姐，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走了，那个贾千金又要回来欺负你，只有我在，他才不敢踏进这个家半步。不用劝我，我超喜欢这里的，你看我一精神就不病了。豆沙包假装自己病好了，非要起身围着顾家庄园慢悠悠地转2圈，故作精神抖擞。怎么样，我是不是还和以前一样强？我背过身哭了，在森林里，豆沙包哪会这么慢悠悠的？他哪次巡山不是跑得格外迅猛？我擦擦眼泪，忽然回头对他笑，我决定了，和你一起回森林。豆沙包激动地跳起来，真的吗？走，
现在就走，读劳资书，以后我养你，采最大最甜的果子给你吃。我让哥哥安排卡车送我们回森林。到了熟悉的家园，冰烟烟的豆沙包忽然狂奔起来，跑了2步又回头，急冲冲的吼：脆皮姐姐，快上来，骑到我背上，告诉整个森林，我豆沙包又回来了。我站在卡车旁边迟迟没动，恋恋不舍地冲豆沙包笑：你先跑2圈，你现在病着，我怕骑在你身上，你万一栽倒，我也会受伤。豆沙包还是太单纯了。也是哦，姐姐这么脆皮，那你等我跑2圈，养养精神。我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冲他灿烂的笑：快去吧，姐姐就在这等你。可是等他刚跑得没了踪影，我就狠狠擦了一把眼泪，重新上了车。哥哥，开车吧。豪门哥哥问我，真的忍心不告而别？我咬咬牙，我还会回来的，只是要等几年。卡车离开森林的那一刻，我趴在车窗上，频频回头，眼泪失禁。豆沙包，你别恨脆皮姐姐，等暑假我就来找你。我不知道等豆沙包兴奋地跑完2圈回来看不见我该有多崩溃，我不敢想象那画面。只是等我暑假回到森林，怎么都找不到他。我知道他在的，但他不肯出来见我。博士叔叔说，豆沙包在森林里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猛虎，心硬了，很少会放过小动物。遭遇背叛的他可能黑化了，我只能拼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再考博士叔叔的研究生，以后跟他一起进山搞研究。有一天，豪门哥哥忽然问我，西西，你确定毕业后要回山里吗？我点头，确定。我不能真的背叛豆沙包，说好要回去的就一定要回去，做姐姐的不能食言。豪门哥哥像是做了一个决定，那好，我也保证过，再也不会让你风餐露宿，做哥哥的也不能食言。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2年后，一座现代化植物科研基地已经在森林拔地而起，基地 logo 竟然是东北虎，基地前还有个大雕塑，和豆沙包长得一模一样。博士叔叔给我发来照片的时候，我眼泪都滚了下来，拿着手机去书房找豪门哥哥，他笑着说，别哭，我们一起挽回豆沙包的心，他看到雕塑就会知道你还把它放在心上，你好好读书，剩下的哥哥都会给你安排的妥妥当当。顾家的千金到哪都不能吃苦，马上就要高考了，有信心吗？我破涕为笑，必须有，等我凯旋而归。我考得很快，比假千金顾诗雅多出300多分，她只能上大专，我能上985。我一直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我，但她不敢作妖。2年前，豪门爸爸把她在农村的妈告上法庭，坐牢了，还跟顾诗雅说，你是小孩子，我们不会迁怒你，但你若是容不下西西，那这个家也容不下你，你自己做决定，以后要怎么和西西相处。顾诗雅审时度势，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考上大专后，她很少回顾家，听说在学校和黄毛谈恋爱，不跟家里打招呼，就拿着身份证和人领证。那时候她大学还没读完，就已经怀孕了。豪门爸爸得知后大发雷霆，顾诗雅肚子大了遮不住，跟爸爸吵。现在都鼓励女大学生生孩子，是你自己跟不上潮流，还怪我？你还生是我吧？豪门爸爸说，不是了，就当我白养你了，我没你这么拎不清的女儿。顾林熙大哭，要是顾林熙也在大学怀孕了，你还会这么生气吗？不过是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豪门爸爸更失望了，他想从顾家出嫁，还想要全款车房做嫁妆，房子要大别墅，车子要迈巴赫。豪门爸爸气得很了，坚决不出嫁妆，也不肯让他从顾家出嫁，甚至断了他的一切生活费，把他的户口迁回他农村的家，再也不管他了，还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在大学谈恋爱，严厉警告我，大学不许偷偷拿着身份证和人领证，你要是敢，我打断你的腿。这是豪门爸爸第一次这么凶地跟我说话。那时我才大2，正忙着参加国际大学生创新比赛。博士叔叔告诉我，多参加比赛对将来保研大有帮助，以后直接保送成我的研究生。最后，我们团队凭借植物相关项目拿到金奖，奠定了我未来的保送之路。2年后，我保送清大，成为博士叔叔的研究生，终于又回到那片熟悉的森林了。顾氏集团给博士叔叔投资，建立了森林生态系统定位观测研究站和植物科研基地。博士叔叔还有其他导师，带领了很多研究生在这里专心搞研究。有师姐问我，林夕师妹，你小时候真的是在这片森林长大的吗？我望着茫茫大山，师姐说，太神奇了，那你对这里一定很熟悉吧？以后野外考察，我就跟着你。我说，好啊，
这里就是我的后花园。可惜我回森林好几个月都没有见到豆沙包，我太想他了。有时候一个人在山里大喊：豆沙包，我回来了，快出来好不好？山里只有我的回声，却没有回应。我知道他还在，森林里有很多他的足迹，可他恨我，不愿意见我。我以为这辈子他都不会再出来见我了，却没想到那一天，我独自一个人去山里采集土壤样本。那天下了大暴雨，回去的路上我不慎滚落山谷，腿还扭到了，不能动，手机还没信号，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已经够惨了，还遇到好几只野狼，他们围着我，虎视眈眈地盯着我，流着口水，想象着我有多美味。看见一头野狼朝我扑过来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死定了。忽然远处传来东北虎的怒吼，那吼声低沉浑厚，霸道无匹的王者威压。那声音我太熟悉了，是豆沙包。一道急如闪电的身影朝我飞奔过来，一口咬住扑向我的野狼。其他野狼纷纷冲上来，我大呼：豆沙包，小心！豆沙包一口咬断了野狼的脖子，还不忘记冷漠说：要你管，我死了也不要你管。我什么时候了，还跟我闹脾气？他真的，我又想揍他了。豆沙包看都没看我一眼，庞大的身体犹如一道坚不可摧的堡垒，把我死死护在身后。那双气红了眼的虎眸死死锁定几头扑上来的野狼，一口一个，帅呆了。转眼几头野狼全都奄奄一息地趴在了地上，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直到确认5头野狼全部死得透透的，豆沙包才缓缓地回头看着狼狈的我，冰冷疏离，甚至带着点刻意的嘲讽，仿佛刚才那个威猛霸气的救星不是他。这谁啊？朕认识你。他惹谁不好，偏惹我。我超脆皮的，我扭伤了腿，还被暴雨淋成落汤鸡，试图站起来，脚踝处钻心的疼痛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跌坐回去。扭伤的地方已经开始肿胀，一动就是钻心的疼，疼的眼泪瞬间飙出来，眼泪和雨水一起流进嘴里，又咸又涩。忽然，豆沙包冷漠的身体动了，庞大的身躯以一种极具压迫感的姿态朝我俯下来，动作却也极其轻柔，紧贴着我的侧背趴了下来，甚至避开我那只肿起的脚踝，严严实实的替我挡雨，嘴巴却很毒。躲好，不许动，麻烦别以为我会心疼你，我只是不想让你这么便宜的死掉。他一边恶狠狠地骂我，一边用温暖结实的身躯为我挡着风雨，虎头乱转，似乎在思考怎么把我从这山沟沟里带出去。我再也忍不住，猛地伸出手臂，用力抱住他，用尽力气把脸深深埋在他的虎毛里。对不起，豆沙包，我回来了，你别总躲着不见我。我知道每次我上山采集样本，你都在后面偷偷跟着我，保护着我。别否认，好几次我都能感受到，其实你离开我很近很近，姐姐真的很想你。被我抱住的豆沙包明显浑身一僵，那凶巴巴的咆哮变成了古怪的咕噜声。他试图扭开脑袋，声音有些干巴巴的。烦死了，我一点都没想过你，却任由我紧紧抱着他，把眼泪鼻涕蹭了他一身。天上一道雷声炸响，更是立刻用身体把我护得更紧，生怕我被雷劈中。2天后，植物科研基地医疗室，我的脚踝做了固定处理，肿消了很多。豆沙包正百无聊赖地趴在我病床边，啃着基地研究员给他投喂的牛肉。一个师姐胆战心惊地跟我说：西西师妹，你这次可真是命大，要不是这头老虎好心把高烧昏迷的你背到基地，我看着依旧不肯给我好脸色的豆沙包，想象着他背着我到基地时同学们惊悚的画面。他叫豆沙包，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家人，他一直都在等我回家，对吧？啃牛肉的豆沙包动作一顿，发出一声模糊不清的低吼。脆皮还啰嗦，算了，谁让你是我姐，会说就多说点。喂，怎么还不继续说？